好，那么金门附近的海域海巡署跟大陆渔船这个发生了冲撞然后大陆渔船翻覆，当时海巡署第一时间是说大陆渔船要逃，所以才 S 撞然后呢海浪太大翻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是撞到了而且按照撞的还不是一次撞到，是连续撞怎么会连续撞呢那当时呢，管碧玲就说我们对那个大陆渔民很好我们还给他新衣服穿。那大陆渔民也很感谢我有新衣服穿。我就在想说，死了2个同伴，他也差一点，那么一套新衣服算什么呢？在那边嘴巴讲，我说他们回大陆就会讲不同的话了。果然回大陆就完全改口。那我们就很奇怪说，地检署他在台湾都很配合说是执法都很好。废话，他在台湾他敢讲不同的话吗？他敢讲？他在台湾你想我们如果是2个大陆渔民，而且我们还说他们讲的话我们听不懂。后来我看他在大陆讲的话，我们都听得懂四川话、贵州话也没有那么难懂有一点乡音的，他还是懂为什么？他到台湾，他一定第一个想着我赶快回大陆去吧，在这里到时候给你关起来，不知道他想说如果在大陆被公安抓了也不得了被你抓了，然后而且他们如果说是原来违规的，你去追他被他抓来要死2个人，他不知道会怎样所以你讲什么他一定跟你附和他不会抱怨你他回去了，他当然就讲，那回去会不会加油加醋？也可能会加油加醋都有可能但是回去讲跟在台湾讲话一定不同。果然回去就不同了，是说呢，我们的海巡就直接就把他撞倒了，就冲撞了等等好吧，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死无对证反正就各说各话嘛。我们这边就说绝对没有问题，我们都依法执法绝对没问题。那边就是说你粗暴对待，那总是有个录影带吧？没有。没有，这问题来了。那没有以后就是各说各话嘛。本来应该按照 SOP， 它应该有录影带的，应该要收证的嘛，要存证的嘛，对不对？唐湘龙在路上跟人家摩托车发生事故，警察下来一定有按密录器嘛，怎么可能不按呢？那另外呢，这个他们现在说他冲撞，所以翻船所以你看我们开船出去，12点50分看到呢他们的海巡来了。我们就冲着我们船开起来了他讲的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船怎么可能自己翻掉呢？我们就算是开急转弯也不会翻船哪那么容易翻的我就是急转弯也不会翻除非那种像什么 perfect storm 那种完美风暴，那9级10级风浪也没那么大风浪所以呢就说呢是被撞才会翻掉的。那我们开始不是这样讲所以因为他 S 型风浪太大，他自己翻了。那他说我们怎么翻了？我们不是一辈子在那边开船做船员，怎么会翻船呢？所以呢，冲一下就把我们翻掉了，我们就钻到水里了。只有2个上来，一翻人就到船下面去嘛。有些有就是上不来的，被那个船压着就上不来了他就说呢，他们以前就台湾的渔民呢，以前到我们这边，我们对他们很好那这边我们只来对我们这样呢，就抱怨嘛那所以哇，这下大陆网民看了就很生气了，就高喊说要血债血还他们到底讲些什么？我们看看。我们也不想到他冲过来，要我们抵挡我们的船，我们也不知道。回到大陆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生还渔民还原事发经过。当天的经过12点多，我们就开车出去，到12点50就看到宝鸡开起来了，就冲动我们的船开起来了。我们自己船怎么可能翻掉？要开急转弯也转不翻不掉，要撞回才会翻掉了冲一下把我们顶翻掉了，我们就钻到水里面跑出来。渔民说，当时什么事都没做，台湾海巡人员就直接开过来，4个人落水，只有2个人上岸，哽咽落泪，只说平安回家就好。针对指控，金门地检署做出回应。那目前这2个人的部分都已经调查完毕，然后这2个人也都表示说对海巡队的执法程序并没有意见。检方澄清整个过程，这2人都没有任何意见，但事情经过完全无法搜证，被质疑掩盖真相。海巡表示，当下只有4名海巡人员，由于巡防舰没有配备监视系统，追逐过程中剧烈晃动，很难维持平衡，才会导致没有搜证。但也强调不影响事件真相的始末，只是海巡的声明还提到这点。为因该艘陆船蛇形巨舰逃逸，于 CP-1动5艇船首迂回航行。在高速追逐状态下，船身多次接触。但事发当下，海巡就提到对方蛇形巨舰追击过程不慎落海，只字未提2船有接触到，更让人怀疑为何第一时间不说清楚。
海巡署那边来做回应。面对询问，海基会经贸处长和海巡署副署长都不愿多做回应。不过事发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各界都想知道答案。好，我们海巡人说奇怪，他们怎么会大陆讲话就不一样了？一定很不单纯。他们复讯的时候都没意见啦。我觉得我们海巡人很可爱啊。他们发4点声明说司法调查了，但是呢，这个陆委会说完成调查了，所以不需要把他们留下来，他们送回去了哈。那有做过高检署这个检察官的律师哈，说金门地方法院呢代呼职守，地检处代呼职守，到监察院举发，他说这是一个只要人死就是刑事案了，不管刑事案是故意致人于死或是过失致人于死，总是致人于死嘛。致人于死是刑事案，那你到底是用真治案还是用他治案？你总有一个案啊，你案都不立，你怎么结的案？你到底查了谁？有没有扣押什么东西？有没有测谎？看到底海巡人有没有骗人？甚至大陆渔民也可以测谎啊，看他讲的真的假的啊，你都要用尽各种刑事征收的手段，你才能下结论嘛。你通通没有，你这人就送走了，现在不是死无对证了哦，所以你金门地检署搞什么？所以他去监察院告啊，不过我看告也没什么用了哈。好，这个密录器哦，我拿到一个资料，这是这个海巡署的，本署目前配发收书使用密录器只有1607台，这不是海上的，我拿的这是陆上的，因为海巡有陆巡跟海巡，在陆上它有巡哈，不怕你逃到岸上来啊什么哈。那我们看陆巡的1607台，就是北部有324台，中部308台，南部190台，东部120台，金马棚分署204台，东南沙3台。舰队分署337台，征帆分署123台，所以他就说值班什么什么什么都要带密录器一具，巡查带密录器，好等等等等，查缉侦防特勤的时候呢，都要有这个带摄影机，那时候没有要求带密录器，这是陆上的。那海上那个侦防更不一样嘛，海上吧随时可能发生状况，而且陆上侦防基本上可能还在我们领土上面，海上有可能是外国船啊、大陆船啊等等，这些都可能发生冲突。你那个侦防是很重要的，那到底怎么回事？来，向龙，我们还原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两条船的体型差不多，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就是被撞翻的大陆这个快艇，船身的长度比我们的海巡的船的长度还长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当天天气很好。只要有录影设备，你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你看到那个救援就知道了。当天的海况是 OK 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密录器？密录器在台湾来讲，不但不是很昂贵的东西，像小孩子玩具一样。我们是这种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大国。其实有许多的这些呢执勤的人，不要说呢官方的配置，你的官方配置不好，我自己买。换句话说，录音这种东西，不是等到有状况才启动，而且是一键启动式的。其实你只要一出勤的时候，它常态性都在启动。这个是我不懂的。我说实在，就是我现在我完全不相信没有录影，只是那个录影画面有没有可能因为那个碰撞的产生，我们不用去怀疑的那两个渔民。我认为那两个渔民比我们在台湾听到的海巡或者海委会或者是陆委会的讲话的内容更可信。我认为他们更老实。那你看他用的是保期，表示这两个是老渔民了。老渔民才会用保期，我们用海巡啊，年轻一点的用海巡，年纪大的才会用保期。他们是4个老渔民，而且是会游泳的船被撞翻了之后落海，我保期撞你的船落海了之后呢，马上可以施行救援，就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淹死2个。这里面就会有问题，他们真的是溺水被淹死的吗？还是碰撞过程当中的其他的因素？我们现在对于死亡的这两位的就大陆籍的渔民死亡的原因，我们法医都是用目测的，看过外观没有明显的外伤，可是没有明显的外伤也没有解剖，所以到底什么原因是不知道的。现在呢，我们刻意的把它呢营造成一个好像各说各话，大家呢好像对于这个案情呢本身的表述呢不一致。不，这两个渔民已经很清楚的说呢他们的船呢是被撞翻的。那我们的海巡是怎么讲？相反的，我们的海巡从第一时间，从2月14号事情发生之后到头七的那一天呢为止，这7天的时间，不管是海巡的讲话，不管是呢海委会的讲话，或者陆委会的讲话，没有一个老实的。你们每个呢都在隐匿，都在转移焦点，甚至都在说谎。现在只留下三个问题。第一个，真的没有录影吗？
我其实是不相信，就是说呢，一个出去执勤，而且呢海上的风浪相对平静，大太阳底下呢目视非常好的，你会没有密录器？我不信。第二个就是说，这两个呢碰撞的，就是死亡的人，他们真的是落海溺水，他们是渔民啊，是会游泳的。这个呢，陈玉珍或者呢同伴呢都讲过，那两个是会游泳的。船撞翻了之后，这么容易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因为就在旁边而已啊，那个救援是很快的。因为撞翻嘛，两条船在旁边，这么快就淹死吗？真的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其他原因？这关乎到死亡原因的认定。好，再来呢，第三个是我们的官员们真的是到了第7天才跟我们同步知道的吗？是我们的金门的地检署出来讲说，过程当中有碰撞，甚至于呢是被撞翻的。到第7天头七的，因为这两个人要回去了，我们的地检署终于讲话了。如果这两个幸存者没有幸存者，你估计呢这件事情恐怕石沉大海，就完全的由我们一面倒的讲话，因为有两个幸存者。这两个幸存者要回去了，他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讲法出来。所以呢，同一天的时间呢，我们的地检署呢讲话了之后，海巡呢才发新闻说，对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次的有几次还不是说碰撞，是接触。那之前你为什么都不讲？这之前是你撞到人家船，你不知道吗？不会吧？所以这件事情，他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对于案情本身呢更不了解了，我更不相信呢没有录影的画面。最重要的是，接下去请问你，台湾的任何的官方说法，还有人信吗？鬼才信。好，所以这件事情呢留下来的，突然让两岸之间，尤其是大陆的舆论那种拉仇恨、拉高、拉满的情况，因为你处置过程当中7天不伦不类的沉默。那种刻意的隐瞒、误导，跟最后呢表现出来的，让我高度怀疑你一路上面在说谎。唯一的时候让我更压抑的是，开始呢制造呢国内跟国际的舆论，国内的舆论好像呢台湾的杀人喊救命。死了两个人了，结果今天的喊救命好像是你受了委屈。更离谱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驻美代表呢，于大雷还接受媒体的访问，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今天呢，北京借着他呢就说呢，基本上面呢他的体格强大，所以呢在欺负台湾，逼台湾就范一样。这件事情，难道你看不出来？不只是今天选出了赖清德。而是两岸之间在过去8年里面呢，所累积的仇恨值呢，已经到了一次的总爆发了。这些的渔民在过去在前线的时候，老实说，在厦门跟金门的水域里面，过去你几乎看不到大陆的海警部门在积极的执法。那他现在出来了，不对嘛？这两个渔民呢，这个时候呢送回去，更让我们呢理解刚刚的提到呢，就是说对检察官的指控，你把他送回去的时候，是不是在告诉所有人，就是说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只是违规进到了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因为如果有犯罪，你怎么会把他放了？不要说有没有死人，你怎么会把他放了？放了表示他们没有犯罪，他们真的是渔民，他们真的是到北定岛那个地方去收网的。他们那个地方呢是有网的，然后呢，这件事情就这样子一场误会，就这样算了吗？因为前面呢7天的时间莫名其妙的隐瞒，所有的人关心这件事情都在说你的录影呢，你的说法呢，就最后大家7天回头来看的时候，你隐匿的事情呢真多。好，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去收场？看起来好像是用政治性的方式呢要去收场，可是呢收不了了。未来呢，厦门跟金门的关系呢一定重新处理，只是民进党没有能力处理。好吧，这大陆国台办呢说台湾是暴力执法，第2次讲哈，要求严惩相关人员。那台湾有一个叫做海巡之友会的总会啊，创办人是当时英业达的创办人叶国一啊，那他派他的秘书长到泉州慰问大陆渔民的家属啊，希望能够稍微化解彼此的这个仇恨啊。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金门海域发生这些事情，美国密切关注，北京你要自制，不要借故挑衅啊，怕引起蝴蝶效应。赖清德说支持海巡坚定执法，严议避免再发生啊。那另外呢，郑文灿
说呢，海军执法没有执法过当的疑虑，完全没有啊，有错都是他们错，我们哪有错？所以你过来啊。管碧玲说，我们也没有隐匿啊，我们什么时候隐匿呢？我有跟你说没有碰撞吗？我没有讲，但是你有讲吗？但我有讲第三人责任险我们保了，你听不懂啊？什么叫第三人责任险？就是万一发生事情，保险公司会赔啊。所以意思就是撞了啊，哇，这很聪明。我只能想也想不到，我们汽车都有第三人责任险嘛，那都保了第三人责任险，不表示我车子都有碰撞嘛，好，那管碧玲曾经说，该下台负责人要有自觉。罗志祥说，那这是不是讲你自己啊？那另外呢，这个海巡署现在人家问他说这个现在叫做船身多次接触，讲讲看什么意思？船只怎么会多次接触呢？海巡署说，我没有获授权，不能解释。换句话，他就说现在海巡署讲话一定要高层授权，说他的发言权已经被海委会接管了。你不自己要乱讲话，你们这些人乱讲一通，对不对？我们才能讲话我们绝对不讲碰撞，就是我们有第三责任险保了，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那国民党委员是要求管碧玲下台的，民进党党团说，你们是中华民国共和国的立委吗？是老共的立委吗？为什么叫我们的官员下台呢？为什么为匪张目呢？好，那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大陆渔船越界捕鱼，遭海巡查缉时，船身翻覆两死。死者家属抵达金门，不同意遗体火化，对真相存有疑虑。同仁在高度专注、维持平衡及准备强铐登检状态下，致该名负责搜证同仁未及拿取搜证器材进行搜证，在高速追逐状态下，船身多次接触。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脸书 po 文澄清，海巡没有隐匿动机，而且2天前就揭露此案受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障，会有第三人责任险，就是代表有碰撞，这也是基本常识。因为没有媒体来确认，导致误解产生。We don't want to see an escalation in the region at all. We are closely monitoring Beijing's actions. We continue to urge restraint and no unilateral change to the status quo, which has preserve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roughout the region for decades. 就怕两岸关系更紧张，美国白宫和国务院重申反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情势如何演变，外媒也高度关注。韩联社报道，往年台湾在台湾海峡设立禁区，阻止中国船只进入，大陆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如今无法再容忍，中共势必趁此机会将台海内海化，这也将是520上台的总统赖清德面对两岸关系的最大考验。中国漠视台湾管辖权，开始在金厦海域常态化巡查。外媒路透社报道，大陆将赖清德视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渔船翻覆事件恐怕让两岸局势再升温。我记得好像就是那天我们在举牌那一天嘛，然后就管碧玲管前委员就跑过来，因为他跟我当初在电视上看到他有点那个形象有点差距，毕竟有一阵子，然后主动跑过来，然后我旁边好像站的是桃园的牛许婷，还是邱正军，你没搞你蒙对不？一边蒙过，他就走过来说：“你好，我是管碧玲，海洋会委员主委。”我还想说你好，然后想说为什么你要过来？特地跟我们打招呼，现在我才知道说哇，原来是很有可能这个事情会被我们大幅度检讨。不过我记得说他也讲过一句话，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所谓政治任命所造成的下场。当你一个专业去领导，一个非专业去领导专业，当你一个外行去领导内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种很奇怪的去说不了解状况之外，而且很容易去欺上瞒下的一些情况。他甚至有讲到说，这次说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陆那边海警说，如果他们也可能来查我们的渔船是我们的观光船，然后管主委就讲说，如果当大陆渔船来的时候，不要停，要加速逃离。那个是海大陆海警啊，对，大陆海警，那个是海上面是看不到，是平的，你不是在台北基隆的小巷子里面可以钻来钻去，没有用的。那他这边，而且海上行船的观念跟路上是不一样，他觉得说可以闪一闪才能闪过去，这完全是说，等于是某程度上，如果你做错，你不接受警方或执法单位的检查，你还要自己加速逃离，那不是没有罪也变罪了嘛？那同样的，我觉得这又是另外，我刚刚跟那个李委员讲过说，换个位置，换个脑袋。
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李委员应该还在立法院的时候，2016年3月7号，就是有关这个县职部这个案子。他那时候除了说该负责的要负责之外，还有一句话一个经典名言，说答应我，要办的是主管而不是基层，不要牺牲基层。他这句话刚讲完没多久，然后那时候国防部长高广兴叫说我们回去，他就发出说不要牺牲基层，都不能给我答应。那这句话，我觉得或许我们这次应该问说，你能不能在这边事情发生的时候，未来当我们质问你的时候，你不会把一个基层的员警，一个海巡署的基层员工出来说，这就他错，他没有录影，他没有做事，不要牺牲基层，海巡署的弟兄们已经够辛苦了，有没有密录器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是在第一线去执法的人，他们在第一线如所生命危险都是他们在执法的人，风浪那么大，风浪那么小，他们都在海上拼命。然后如果是事情出来的，会不会是主管负责呢？我希望不会，我相信不会。海军兄，这个事件我觉得民进党负责任的说挺我们的海巡单位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立场啊。如果说你不在这个时候去稳定军心的话了那海巡现在执法就没有依据了他们就会怕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赖清德，不管是赖清德当然不是用副总统，他是用党的一个立场那相关的其他的一些政务官都表达对这个海巡的这个支持。那这件事情大家关心，特别是国际关心，会不会引起台海之间的一个恶化关系的这个升高这个对立的升高，还不至于了。我看双方都没有什么动员也没有什么进入那个状态的一个迹象了所以还不至于。那整个这个事件到底真相要怎么样去厘清？任何的怀疑都没有用了。你说怀疑他有录影而不公布，或是这个碰撞不讲或是怎么样，或是人是怎么死的是被撞死的，还是被淹死的，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去怀疑这个真的是该选来看8点档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知道吗？这个是谁的责任？就是金门地检的责任嘛。他要去厘清，他要去还原整个这个事件。因为这个是一个出人命的一个事件那没有错，他们是我的理解了它是一个3-5的一个船舶嘛这个是在台湾在中国都是强加要取缔的这个对象第二个，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禁航禁止的这个海域那第三个，他又拒绝我们的这个检查当然他3-5的这个船我们一定是抓嘛这过去这几年大概有几千个这种案例里面大概有4成3成多4成左右就是没有证照的啦，没有这个完全就是黑船啦也没有到海盗船那个程度，但是就是无籍嘛人也没有证照，船也没有证照，也没有港湾的这个说船港的这个登记等等这种情况当然他拒绝盘检，我们当然就是要追捕了那这个追捕过程只要搭过船的特别像我是海军陆战队，我们那个船当然是很大只了那这种小船我跟你讲船要停是很难的就这么一个概念就好，船要停下来是很难的所以当他是在追逐状态只要一方失速了，就一定撞上了，而且一撞绝对不会只撞一次了他是都要雷归啦，你知道吗有一点就是这被碾压过去所以他那个海这种状态下你说不翻才奇怪要不然你说船要翻谈何容易？它就是一个碰撞之后的一个翻覆所以整个这种情况大家不要把它演变成像刚刚从一开头我在听，我就觉得有一点难过怎么难过呢？好像都在帮中国政府在骂我们这边的海巡，有这个必要吗？好吧，这个我是有船长小船执照的他说船难停，因为船没有刹车。对，
船不能刹车，倒机，船只能倒车走往倒车，好，所以停下是比较慢的了。来，文杰兄，这个事件呢，不是说帮中国讲，军兄没那讲，我们现在看两边要克制。这1个礼拜多来，我所有的评论就是很克制，因为我们就怕小事件会擦枪走火。你看看这个清德兄讲的，你说国民党的委员检讨管碧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委员，没安尼讲，你哪边安尼讲哦，大家批评。那赖清德怎么样？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算出来吗？他讲什么？他说支持海巡，坚定执法。好，他有3点，最后一点他讲严厉避免再发生。什么意思？你要懂赖清德的心啊，他看的很多资料，他知道执法过当，因为执法过当，所以才要严厉避免再发生了。否则，我支持海巡依法行政啊，依法执法。他依法执法为什么要避免再发生呢？如果对方是违规，那当然执法的过程我们全力支持啊，我们不会追究海巡呢。可是当你执法过当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密录器？警察有密录器，海巡有密录器，为什么？他不是要执法过程而已，他还要自保，他也在自保啊。因为当事人犯罪的人，他可以告你哎，而且各位再看看这20几年来，每次媒体报道破获海洛因304公斤哦，破获什么都有录影带，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续讲，而且这个调查局有一条线，刑事警察局也有一条线，海巡署也有一条线。有时候刑事警察局会请海巡署，因为在海上知道今天要交易，所以你就来支援，那这个大家就共享这个功劳。但是很多人海巡他会讲，这线我们早就挂上了啊，所以他就录影我们的报告里面线怎么样，所以你看一看去那个海洛因砖在哪里，在哪个渔场，在哪边，我们早就空了。他在侦公的时候都有录影带，那为什么出了事情？因为我宁可相信没有，但我很难相信，因为以海巡跟刑事警察局跟调查局他们的素养，密录器卖光黑架准那10公尺没有摄影机，张湖中线给他讲哎，现在这个光是那个湖片打都有录影机了，还没都卖得屋啊。哦，那所以刚刚希望金门地检署昨天吴宗宪跟我讲一个很有道理，他说请地检署去调海巡的这一条船的维护记录表，因为维护记录表里面就会有说这个他是维护那个摄影机、维护录影机、维护什么，如果本来就有这些项目，那表示是有的。哦，那如果没有，那这些海巡人为什么金门地检署是有出来讲哦？他说多次碰撞哦。昨天如果不是金门地检署发布这一些，我们都还宁可相信，伊家己倒的，哦，我们也是支持海巡啊。可是当事实真相出来的时候，两岸敌意升高，那难道不需要对往生者有个交代吗？不是，他现在最主要是你第一时间不要说谎了。假如你第一时间就说2个碰撞船倒了，那也就大家就事实上就是这样，只是谁碰谁不知道而已了。你第一时间跟我说你最他是 S 型，他翻了，因为海浪太大，第一时间不是这样讲的吗？你第一时间就骗人啦、但你第一时间骗人以后，大家还相不相信你呢？你第一时间为什么要说谎呢？你到底要隐匿什么呢？大家是主要是追究这个嘛，这个才是很重要。你在执法的时候不要骗人了，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我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不对？大家也不会去责怪你了。哦，就算执法有点过当，那你骗人这个是不得了。你骗人干什么呢？为什么要骗人呢？这很奇怪嘛。休息一下再回来。